中国5星级酒店彻底完了。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，而是活生生的噩梦降临。曾经高高在上，象征财富与地位的人间天堂，如今却像被狂风扫过的破庙。北京娱社、上海宝格丽接连关门贱卖，整个行业血流成河。文旅部的数据简直触目惊心。2020年，中国还有850家5星级酒店撑场面，可到了2024年第3季度，只剩736家，5年时间硬生生蒸发了114家，平均每年23家5星贵族倒在血泊里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酒店末日。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就悬在头顶了。中国5星级酒店的辉煌得从1983年广州白天鹅宾馆开业算起。那是全国第一家5星级酒店，开张第1年就狂赚1282万元纯利润，简直是改革开放初期高端商务需求的吸金神器。后来，北京长城饭店接待过美国总统里根，上海浦东香格里拉迎来过全球政要，白天鹅宾馆更是牛到接待40多国元首，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都住过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5星级酒店的标间价格直接飙到3623元每天，比2007年暴涨2.6倍，风光无限，谁见了不眼红？可现在呢？这帮贵族被现实扇得满地找牙，从2000年不到100家，到2017年猛增到800多家，5星级酒店的扩张完全是房地产的傀儡。开发商玩起了地产加酒店的鬼把戏，把酒店塞进住宅项目，抬高地价，再靠卖房养酒店。富力、万达、碧桂园这些地产大佬眼冒绿光，疯狂下手。2017年，富力豪掷199亿元吞下万达77家酒店，一跃成为全球最大豪华酒店地主。结果怎么样？没几年就翻车，翻得底朝天，活脱成了地产奴隶的笑话。数据一摆出来，惨得让人想哭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19年上半年，国内旅游人次还有30.8亿，旅游收入高达2.78万亿元。可到了2024年同期，旅游人次跌到27.3亿，收入缩水到2.7万亿元，只恢复到2019年的 89% 和 97%。人均消费连2019年的边都摸不着。短途游、露营热、出境游回暖，把5星级酒店的客流挤得喘不上气。更要命的是，商旅市场直接塌方了。广发证券的报告一针见血，酒店需求 60% 靠商务客， 40% 靠休闲客。可商务客的主力制造业、金融业、地产商的23至40岁中产，如今自身难保。制造业 PMI 连续半年跌破荣枯线，金融业裁员降薪血流成河，30家券商里有25家砍了差旅费，中金公司直接砍掉 45.6%， 地产商更是连开会预算都没了。这帮金主一倒，5星级酒店的命根子就断了。这下可好，2024年3季度，全国5星级酒店平均房价跌到599元，比去年同期掉了 6%， 出租率惨到 61.1%， 连非星级酒店的 63.2% 都比不过。房价它的稀烂，可成本却像疯狗一样咬上来，人工费、能源费、水电费狂涨。中国饭店协会的数据显示，5星级酒店的运营成本5年涨了 18%， 人工费用占比从2019年的 34% 飙到2024年的 43%。这账怎么算？房价跌，成本涨，等于直接把利润活埋了。看看这些酒店的血泪账本，简直惨不忍睹。北京娱社的母公司太古地产，2014年还能赚3000万港元，可之后9年连年亏，累计亏了 8.5 亿港元，平均1年亏掉近9500万。富力地产更是个活悲剧
2017年接盘万达酒店时豪情万丈，结果酒店业务亏损从2018年的4.8亿元暴增到2022年的22亿元，5年加起来亏了65亿元，血本无归。房地产这根救命稻草，如今成了催命符。富力2024年被淡马锡清盘，68家酒店被接管。蓝光集团的峨眉山蓝光集庄酒店2次拍卖都无人问津，最后只能烂在手里。更恐怖的数据来了，2024年第3季度，全国有178家酒店被摆上拍卖台，结果呢，成交的只有10家，流拍率高达 94%。其中58家拍卖价超1亿元的酒店，有些估值跌到重置成本的 25%， 照样没人接盘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5星级酒店的集体坟场。曾经的豪华宫殿，如今连废铁都不如。消费者早就翻脸不认人了。过去5星级酒店靠官方认证吃香，评个5星得经过省级申报、全国评委审查，流程硬核的不行。可现在呢，携程、美团的评分才是硬通货，位置、服务、性价比一目了然，用户一句房间像鬼屋就能让你万劫不复。与此同时，中高端品牌酒店杀出血路，全季、亚朵、橘子这些新王，房价600至900元一晚，硬件新，服务暖，直接把5星级酒店的客流抢得渣都不剩。亚朵还玩起了副业帝国，亚朵星球卖枕头、床垫、洗漱包，零售收入从2021年的 1.91亿元猛蹿到2023年的 10.2亿元，3年涨了8个多亿，简直把5星级酒店踩进泥里。民宿和主题酒店也来抢饭碗，靠奇葩设计和低价把年轻人迷得五迷三道。可怜5星级酒店呢，设施老得掉渣，服务僵得像机器人，网上评价全是空调像拖拉机，卫生间像20年前，竞争力早被碾成齑粉了。为了活命，这些贵族开始自降身价。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的5星级酒店推出了6888元、9999元的天价早餐年卡，甚至把旺季3晚套餐看到2800元，恨不得跪地求客来。有的还搞起了剩菜盲盒、下午茶秒杀，想靠噱头捞点人气。可这有用吗？北京娱社年亏3.2亿港元，最后被改成商业地标。上海宝格丽酒店白菜价卖给了地产土豪。接盘的多是高净值人群和国资，可他们眼里只有低价囤地，谁管你酒店死活？这些豪华废墟的春天，怕是永远等不下了。再算一笔账，一家5星级酒店年收入6000万元，毛利率 18%， 利润1080万元。可现在房价跌 6%， 出租率掉 12%， 收入做到4800万，再加上成本涨 18%， 利润瞬间剩200万不到。200万够干啥？连电费都交不起。更别提那些年收入3000万以下的小酒店，利润率本来就 8%至 10%， 这下直接亏到裤子都没了。根据业内估算，全国5星级酒店平均每家年亏500万到800万，736家加起来一年亏掉40亿到60亿元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场金钱屠杀。就业数据更是让人干颤。中国饭店协会统计，全国5星级酒店直接雇员超85万人，间接带动就业230万。可按照现在这趋势，736家酒店里至少 35% 要倒闭，那就是250多家关门，30万直接雇员饭碗砸烂，间接影响80万到100万人。这还没算餐饮、物流、装修、保洁的下游行业，波及人数轻松破150万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失业海啸。那些端盘子、铺床单的底层员工，怕是要哭都找不到地方。有人说
5星级酒店不是在自救吗？有的酒店想把高端服务搬到线上，可携程、美团抽成20%至25%，等于白干一场。还有酒店搞会员制，年费1万起步，可谁会花1万住你这破地方？这不就是在垂死挣扎吗？更恐怖的是，这场浩劫可能只是前菜。知情人士爆料，文旅部正酝酿新规，要求5星级酒店强制公开财务，提高能耗标准，甚至可能取消部分评级。这要是落实，又有多少酒店要尸横遍野？更别提地方政府还盯着酒店资产，想趁机低价抄底。这帮5星贵族怕是要被活活拆成废铁了。说白了，中国5星级酒店这些年的风光，全靠政策红利和地产泡沫撑着，就像在火山口跳舞。现在火山喷了，熔岩来了，他们却还想着靠降价卖盲盒苟活，真是可悲又可笑。